Hello，大家好。在很多经济学家担心严重通胀的同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在担心严重通缩。比如，曾经成功预测过美国次贷危机的知名经济学家罗森伯格就认为，到今年年底，人们对通胀的担忧将会变成对通缩的恐惧。他的理由是，现在的通货膨胀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这是由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问题和巨大的被压抑的需求而引起的。罗森伯格在上周五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任何试图在这场疫情中对通货膨胀数据和其他经济数据进行坚定压注的人都是在玩火。虽然罗森伯格看到的通胀数据与其他所有经济学家看到的一样，但是他很担心专家们把数据搞反了。罗森伯格说，当暂时的干扰从数据中消失的时候，人们反而会惊讶于官方的通胀数据是多么的低。他认为，到今年年底将重新开始讨论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问题。5月份，美国公布的通胀率为 5%， 这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这个数据发布的第二天，罗森伯格就发布了通胀警告。加拿大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可能会在本周三发布。经济学家将面临的数字也许不会像美国那么严重，但是这也会是连续第二个月超过 3%。甚至有可能会看到18年后第一个 4% 的通胀数字。最近有很多知名经济学家发出严重的通胀警告，声称疫情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严重的全球供应链瓶颈，各国央行可能严重低估了通胀力量。但是2002年至2009年担任美林首席经济学家的罗森伯格却认为，虽然现在确实有通货膨胀，但它只是短暂性的，而且呢，现在的通胀是有原因的。他认为这只是随着疫情好转，各大经济体突然重新开放的暂时影响，就像去年春季的时候我们看到短暂的通货紧缩一样。当时疫情刚刚爆发，各大经济体就突然关闭，人们只能待在家里。现在呢，经济重新开放，本来被疫情压抑的需求需要释放，再加上疫情期间政府发了大量现金，这些呢都带来了新的一波报复性消费。现在政府发钱还没有结束，很多人呢都不愿意工作。很多企业面临招人难的问题，生产和供应方面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出反应。罗森伯格认为这个时间可能会在今年的下半年。与此同时，政府的刺激措施已经慢慢消退，伴随着大家买，政府发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这样的话也就该好好的收心工作了。需求也开始降温，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反过来又会打压工资成本，这一切都会给物价带来持续的下行压力。确切的说，也就是夏季过后，我们就会看到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同时需求增长放缓。那个时候，所有有关涨价和通胀的讨论都会平息。罗森伯格的说法和美联储，包括加拿大央行的说法基本一致。美联储和加拿大央行呢，都一直坚称，尽管通胀率飙升超过了他们的预期，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不会持续下去。央行的观点呢，也得到了债券市场的支持。尽管美国的 CPI 数据令人震惊，通货膨胀的争论也在升温，投资者却表现出对美联储非常有信心。在过去的3个月中，投资者并没有恐慌性抛售债券，而是纷纷涌入美国国债市场，并将10年期债券收益率推低至2月底的水平。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联储是对的，也就是这次通胀的爆发可能只是暂时性的。罗森伯格说，任何试图在这场疫情中对通胀数据或者是其他任何经济数据进行压注的人，可能都是在玩火。因为这次疫情危机已经使得很多传统的经济指标变得难以解读，更不要说预测了。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不确定性和剧烈波动的沼泽之中。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